欢迎观看《说文解字》系列视频。彩虹是大气中水滴在阳光照射下产生折射和反射现象，形成七彩光谱的自然奇观，有红、橙、黄、绿、蓝、靛、紫7种颜色。彩虹的红字偏旁为虫，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彩虹和虫子毫无关系。那么，古人为什么会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呢？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探寻这个字的起源，并介绍一些有趣的相关字词。在古人眼中，彩虹是一种神秘而奇幻的现象，令人难以琢磨。古人认为虹是一种雨后出现、隐绰水汽、大虫一般的神兽，这里的虫的概念非常广泛，类似于巨蛇或龙的形象。观察甲骨文中的虹字，你会发现中间的两道弧线就是虹的主体，两端就像虹的两个头。据商代甲骨卜辞记载，亦有出虹自北，隐于河。据《山海经》描述，虹在其北，各有两首。由此可见，古人将虹看作是一种长着两个脑袋，会在溪流山涧中大口饮水的神秘生物。此外，汉代著作《释名解释》道：虹，又曰地东，其见每于日在西而见于东，啜饮东方之水气也。虹之所以又叫地东，是因为它能啜吸东方的水气，而地东其实就是啜东二字的变形。由于古人给虹赋予了生命，所以把啜东二字改成了带虫字旁的地东。在古人看来，虹不但有生命，而且还有性别，雄的叫虹，雌的叫霓。后来，霓字的表意符号换成了羽，写作霓，而虹字的表意符号一直保持不变。我们都知道，雨后天空中出现的弧形彩晕叫虹，可你知道彩条排列顺序与虹相反，光色较淡的彩晕叫做霓吗？霓也叫复虹。这么看来，古人对虹的雌雄之分也是有理有据的。一般认为，虹的表意符号是虫，表音符号是弓，但其实弓在虹字中也表意。弓字作为部首，在汉字中通常有大的意思，比如大河为江、大学为空、大贝为贡、大棍为杠、大瓮为缸。今天，人们还用虹吸一词表示一种利用液体在不同高度间的压力差而产生的现象，即用一根弯曲的管子将水从一个容器吸到另一个容器中，水将持续自发地从高处流向低处，形成持续的流动状态。在汉语表达中，我们用虹膜来指代眼球前部含色素的环状薄膜，俗称眼球。虹桥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木拱桥，其外形如长虹贯空，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正以此为名。我们用霓虹灯来指代色彩鲜艳，常用于照明和广告的荧光灯管。成语气贯长虹用横贯天空的彩虹来形容一个人气势磅礴、雄心壮志。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彩虹的虹是虫字旁了吧？我们也一起学习了一些与虹相关的有趣字词。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